有个时候，有个叫焦曼的婆罗门住在舍卫城，他不尊敬父母，不尊敬老师，不尊敬兄长。那时佛陀正在为大众说法，那个焦曼婆罗门心里就想，出家人乔达摩佛陀正在为大众说法，我也去凑凑热闹吧，看看他长什么样子。如果出家人乔达摩对我说话，我就对他说话；如果他不理我，不跟我说话，我也不理他，不与他说话。想完，这个焦曼婆罗门就来到佛陀的住所。他看见佛陀被听法的大众团团围住，无法走进佛陀，于是就默默地站在人群之外。那时佛陀正在为大众解答问题，没有与焦曼婆罗门说话。焦曼婆罗门心里就想，这个出家人乔达摩好大的架子，我来了，他既然不前来迎接我，我可是舍卫城里知名的祭祀学者，我穿的衣服如此的尊贵华丽，他不可能没有看见。这个出家人乔达摩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不懂，应该是个愚昧无知的人，我还是回去吧，不要浪费我宝贵的时间。焦曼婆罗门想完后，就准备转身离去。那个时候佛陀早就知道焦曼婆罗门心里想什么了。佛陀对准备离去的焦曼婆罗门说道：婆罗门，请留步，骄傲自大，目中无人，对一个求法者来说不太好。婆罗门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应该善于使用这次机会来解除你心中的疑惑，而不是一言不发，傲慢无礼地转身离去。你如果离去，会让你失去开启智慧的机会，会让你失去获得正确修行方法的机会。如来刚才没有与你说话，那是因为如来正在解答大众的问题。这时佛陀说偈言：婆罗门勿慢，若为此来者，婆罗门来者即善达其用。焦曼婆罗门听到佛陀对自己说的话，非常的吃惊。他心里想，出家人乔达摩，他又不认识我，他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呢？焦曼婆罗门于是走到佛陀的身边，这时他立刻全身趴在地上，用头触碰佛陀的双脚，用嘴亲吻佛陀的双脚，以表示他对佛陀至高无上的崇敬之心。他之后用手指着自己，向佛陀报上他的名字：大德，我是焦曼婆罗门。大德，我是焦曼婆罗门。那时在佛陀周围听法的大众都异口同声地说道：简直不可思议啊！这个焦曼婆罗门，他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尊敬，他对自己的老师都不尊敬，他对自己的兄长都不尊敬。然而他今天却在这里对世尊行五体投地之礼。要知道，这个礼仪是至高无上、最崇敬的礼节。真是想不到这个焦曼婆罗门居然变化得这么快。这时佛陀对焦曼婆罗门说：婆罗门，你可以起来了，你在如来的身边坐下吧。你现在已经将心中的傲慢烦恼除灭了，你内心已经对如来升起了敬信之心。焦曼婆罗门坐下后对佛陀说：世尊，应该对谁恭敬有礼？应该尊敬谁？应该崇敬谁？应该对谁虔诚恭敬的供养？这时焦曼婆罗门说偈言：应向谁恭敬？应对谁尊奉？应与敬重谁？并与善供谁？佛陀对焦曼婆罗门说：应该对自己的父母、兄长、老师恭敬有礼，应该尊敬他们，应该崇敬他们，应该虔诚恭敬地供养他们，应该对受持戒律的出家人、修行人恭敬有礼，应该对已经证悟解脱果位的出家人、修行人恭敬有礼，应该虔诚恭敬地供养这些受持戒律的出家人、修行人，应该虔诚恭敬地供养这些已经证悟解脱果位的出家人、修行人，应该对那些断恶修善、乐善好施、多行善事的人恭敬有礼。不要在内心中升起傲慢之心，不要轻视世间的一切人众生，应该将傲慢之心、轻视之心全部灭除殆尽，抛弃舍离，这样就不会被骄傲自大、目中无人的烦恼和痛苦束缚和捆绑，这样就从骄傲自大、目中无人的烦恼和痛苦中解脱了出来。这时佛陀说偈言：对于母及父乃至年长兄、授业恩师长，应该行谦让，应尊此等人，且敬此等者，与供此等人是为善供养，持戒正行人，清净解脱者，对此诸善众行无上礼敬，骄慢与强傲应当皆舍去。佛陀说法后，焦曼婆罗门对佛陀说：世尊，您说的太好了，您的教导我会铭记于心，我会按您所说的法去修行的。世尊，请您让我皈依您吧，我愿意受持您制定的戒律，我愿意按您的正法去修行，我愿意终身都成为您的在家修行弟子。佛陀接受了焦曼婆罗门的皈依。